小雪，这个月的奶粉钱是不是该你出了？婆婆站在门口，语气里带着说不出的意味。我抱着熟睡的孩子，轻轻点头。李晨在一旁打着游戏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当初不是说好一致吗？”这句话让我想起新婚那晚，以及我手机里记录的那份账单。或许这个除夕夜是时候算算这笔账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后的生活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，每当我独自一人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在校园里的点点滴滴。那时的李晨是多么的温柔体贴，让人难以想象他会变成现在这样。记得那是大3的春天，图书馆的自习室里还带着一丝凉意。我正在赶一份重要的课程作业，全神贯注地敲击着键盘。突然，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杯身上贴着一张粉色的便利贴。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李晨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他正站在我旁边，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平时总是意气风发的李晨露出这样青涩的表情。他轻声说：“小雪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里多了许多温暖的时刻。期末考试前的深夜，他总会带着我最爱的炸鸡和奶茶来陪我复习。下雨天，他会骑着自行车来接我，即使自己全身都淋湿了。我因为生理期疼得直不起腰时，他二话不说背着我去医院，还记得带上了热水袋。等我们毕业就结婚吧。一个星空很美的夜晚，他这样对我说：“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我们要买一个大房子，要有一个充满阳光的客厅，要养一只猫。”那时我们规划着未来，畅想着婚后的生活。他说要存够10万彩礼，要准备一个像样的婚礼，要让我当最美的新娘。那些誓言，那些承诺，现在想来讽刺极了。直到那天，我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。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，我的手一直在发抖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害怕这个意外会打破我们的所有计划。李晨，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叫住他，声音都在颤抖。我怀孕了。他愣在原地，脸色变得苍白。长达10几分钟的沉默，让我感觉度秒如年。最后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那就结婚吧。”就这样，我们的婚礼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2年。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双方父母时，我清楚地记得李晨父母脸上的表情。他们先是震惊，然后是失望，最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嫌弃。你们都是大学生，不用那么讲究。李晨的父亲看着我微微隆起的小腹，淡淡地说：“原本说好的10万彩礼，就这样轻飘飘地被一句话带过。”妈，李晨看向他母亲，欲言又止。行了，婆婆打断他的话，你们年轻人要学会靠自己。现在房价这么高，彩礼的事就算了吧。我站在一旁，感觉自己像个外人。明明是他们的儿子，也有责任，可他们的态度却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似的。那一刻，我隐约预感到，这个家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接纳我。婆婆甚至连新房都没给我们准备，只是收拾出李晨原来的房间，说是让我们先凑合着住。我看着那个只有10几平米的小房间，想起他曾经许诺的阳光房子，心里泛起一阵苦涩。小雪，委屈你了。李晨说这话时，眼神却飘向别处，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。那时的我还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们相爱，一切困难都能克服。可我没想到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新婚当晚，我们的婚房里还飘着喜庆的气息，窗外的烟花不时绽放，
映照着墙上大大的喜字，连空气中都似乎带着甜蜜的味道。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新婚之夜，虽然一切来得有些措手不及，但我仍然满怀憧憬地期待着和李晨的新生活。小雪，今天真漂亮。李晨坐在床边，看着我还穿着绣和服的样子，笑了笑。这件绣和服是我们一起挑的，记得当时我说太贵了，他却坚持要买。我媳妇结婚那天就该穿最好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低头看着手上的婚戒，心里泛起一丝甜蜜。这枚戒指虽然不是最贵的，但是我们一起挑选的过程让它变得意义非凡。那天在珠宝店，他说一定要给我最好的，还特意选了一款镶嵌了小钻的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李晨的妻子，他是这样承诺的。对了，小雪，李晨突然正襟危坐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咱们结婚了，有件事我得和你说清楚。怎么了？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，心里隐约升起一丝不安。我觉得夫妻之间就该公平一点，所以以后咱们家所有的开销都 AA 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，我愣在原地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。刚才还温暖的房间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声音都在发抖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就是以后房租、水电费、日常开销，咱们都平摊。李晨说这话时很自然，仿佛在讨论明天的天气。你看现在都讲究男女平等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有工作吗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，那里正孕育着我们的孩子，3个月了。早晨的孕吐还让我很难受，可李晨连问都没问过一句。那我犹豫了一下，那孩子的费用呢？当然也是平摊啊。李晨的语气轻松的让我心寒。不过你要负责照顾孩子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月嫂的钱你来出，毕竟是你坐月子用的。说着，他还伸手摸了摸我的肚子。这个曾经让我感动的动作，此刻却让我感到一阵恶心。李晨，我强忍着眼泪，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吗？你说要给我一个家，要让我当全天下最幸福的新娘，那不还是给你了吗？他打断我的话，我这不是娶你了吗？再说了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你总不能什么都指望我吧？就在这时，婆婆推门进来了。小雪啊，你老公说的对，现在年轻人就该独立。你看看现在的社会，哪有女人事事都指望男人的？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商量好的。在这个本该充满甜蜜的新婚之夜，我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，一个永远不会真正温暖的家。我转身走向卫生间，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眼泪。镜子里的新娘妆还是那么美，可是此刻的我却感觉像个可笑的小丑。那个曾经满怀期待的女孩，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。婚后的日子像是一部不断刷新我认知的荒诞剧。刚领完工资的那天，李晨拿着工资卡交给婆婆，说是为了替我们省钱。婆婆接过卡，笑眯眯地说，还是我儿子懂事，知道年轻人不会理财。我站在一旁，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而我的工资成了这个家维持运转的唯一来源。房租、水电、伙食，大到家具家电，小到一瓶酱油，都要从我的工资里支出。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晚上，我都要坐在电脑前，一笔一笔地记录开销，生怕漏掉什么。有时算着算着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怀孕4个月的时候，我的工作进入了最忙的季度，每天早上7点就要出门，晚上9点才能回家。严重的孕吐让我经常在办公室吐得天昏地暗，
但回到家，等待我的却是满地的垃圾和未完成的家务。你看看这地板，昨天就该拖了。婆婆敲着我的房门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有一天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工作到一半就请假回家，刚在沙发上躺下没多久，婆婆就拿着拖把走了进来。她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拖把扔在我面前。你看看地上多脏，我儿子每天累死累活挣钱养家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我强忍着头晕想要起来，却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妈，我今天真的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婆婆冷笑一声，怀孕又不是生病，你看看人家老王家的媳妇，怀孕8个月还在跳广场舞呢，你这样以后怎么带孩子？这时李晨回来了，我以为他至少会说句话为我解围，可他进门看到这一幕，却说：小雪，你是不是太娇气了？你看隔壁老王家的媳妇身体多硬朗，你们家老王家的媳妇怎么不上天呢？我终于忍不住了。她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一边吐一边工作？她有没有一个人承担全家的开销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婆婆提高了声调：我们家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让你住我们的房子，用我们的家具，够了！我突然站起来，这些房子和家具不都是用我的工资买的吗？这句话一出口，屋子里瞬间安静了。李晨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责备。小雪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那一刻，我多么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娘家，那个永远充满温暖和关爱的地方。妈妈总会给我炖最爱喝的汤，爸爸会默默地帮我整理房间。可每次我提出要回娘家，婆婆就会阴阳怪气地说：你现在是我们李家的人了，整天往娘家跑像什么样子？随着预产期的临近，我开始计算生产的费用，看着存折上那些可怜的数字，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李晨说要分摊住院费，可每次我提到钱的事，他总是说：你先垫着，我以后还你。他的工资卡在婆婆那里，我连他每个月到底赚多少都不知道。终于到了预产期，我独自承担了大部分的生产费用。记得在产房里，我疼得死去活来。护士问：产妇家属呢？我强忍着痛说：在外面。可透过门缝，我看到李晨正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打游戏，手机里传来欢快的游戏音乐，和我的哀嚎形成了讽刺的对比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个家里我永远都是一个人。孩子出生的那一刻，我以为一切都会有所改变。护士把孩子抱给李晨看，恭喜爸爸，是个健康的男孩。可他只是瞥了一眼，就对护士说：你们照顾好他们母子俩。然后转身离开。我听见他在走廊里打电话：老马，出来喝酒啊，我儿子生了，必须庆祝一下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，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产后的疼痛和内心的苦楚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等我出院回家，等待我的是一地鸡毛。月嫂的工资6000块，李晨说他手头紧，让我先垫上。婆婆一边数落着现在的月嫂太贵，一边又挑剔月嫂做得不够好。这月子餐也太清淡了，哪有坐月子吃这个的？每天早上我都要被孩子的哭声惊醒，刚配好奶粉，婆婆就会冲进来指手画脚，这奶粉太稀了，难怪孩子总哭。可当我买了更贵的奶粉时，李晨却说用不着买这么贵的，孩子又不挑，尿布、奶瓶、婴儿床，每一样婴儿用品的账单都像一把刀，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。李晨倒是每个月会给我2000块钱，可这点钱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够。一天晚上，
我正在给孩子换尿布，李晨坐在沙发上打游戏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他，当初说好的爹制，为什么现在所有开销都变成我一个人的了？他头也不抬，冷笑着说，我每个月给你钱了啊，再说了，你不也住在我家吗？这不就扯平了？你家？我的声音开始发抖。这房子的首付不是我出的吗？装修费用不也是我在付吗？那不也是你自愿的吗？他放下手机，一脸不屑。再说了，你在这住了这么久，不该付房租吗？就在这时，婆婆插嘴进来，小雪啊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计较？结了婚还分得这么清楚，传出去多难听。我低下头，默默地给孩子换好尿布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在手机里记录每一笔支出，像个会计师一样精打细算。这份账本见证着我婚姻的悲哀，也成了我内心痛苦的写照。日子在一天天流逝，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除夕夜来临。那天早上，我刚给孩子喂完奶，外面就传来一阵喧闹声。婆婆领着一大家子来了，二舅、三姑、表弟表妹，还有他们的家眷，足足10几口人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大包小包地带了不少东西。小雪，好久不见啊！三姑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我刚要回应，婆婆就闪身插了进来。三妹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看看厨房。她径直走向厨房，我连忙跟上去，看着她打开冰箱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果然，她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就这些东西，怎么过年？转身对我说，晚上你去做菜，必须有鱼有肉，还要有咱们老家的传统菜。我咬着嘴唇没说话。昨天我刚算过这个月的支出，孩子的奶粉钱都还没着落，而现在又要准备一大家子的年夜饭。我看着婆婆趾高气扬的样子，突然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我正要说话，她又补充道，对了，别忘了准备年货礼盒，记得每家都要准备。说这话时，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感。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您之前也没跟我说要准备这么多人的饭。什么叫没说？婆婆打断我的话，过年亲戚来家里吃饭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你这个当儿媳妇的，连这点觉悟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李晨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，就是啊，小雪，你总是这样，一点都不会来事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婆婆趾高气扬的样子，突然笑了。这个笑容让婆婆愣了一下，她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在她印象中，我一直都是唯唯诺诺、任人摆布的。我拿出手机，轻轻按了几下，手指在屏幕上划过时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。这一刻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。婆婆疑惑地看着我，你干什么？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。我微笑着说，您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此时的客厅里还热闹非凡，亲戚们都在谈笑风生。二舅在跟表弟说着最近的股市，三姑在给表妹看她新买的包包。我听到李晨正在向他二舅炫耀最近加薪的事，说什么月薪已经过万了，公司还答应年后给他升职。他说的眉飞色舞，好像自己真的是个了不起的成功人士。是啊，我们家老三有出息。婆婆也跟着附和，现在工资高了，马上就要买房子了。这些话刺痛了我的耳朵。这些钱我连影子都没见过，每个月我辛苦工作的工资都贴补了家用，而他的工资却不知道流向了哪里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拿着手机，等待着群消息发送成功的提示音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。昨天我正在整理衣柜，无意中在李晨的外套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银行卡对账单，
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他的工资转账记录，还有一笔数额不小的年终奖。当时我拍下了照片，作为今天这份账单的最后一页。我知道一切就要开始了。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当一个家已经腐烂到了根子里，有些事情不说出来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挺直了腰板。这个除夕夜，就让我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我打开了家族群，上传了一份文件。很快，所有人的手机都响了起来。这是李晨的二舅皱着眉头点开文件，文件打开后，他的脸色瞬间大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一份详细的账单，从我们结婚那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所有的支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开销都标注着具体日期、金额和用途，甚至连一包尿布、一罐奶粉都记得明明白白。彩礼没收到1分钱，婚礼费用我家出了大半，住院费、月嫂费、奶粉钱，样样都是我在支付。房租、水电费、日常用品，哪一样不是从我的工资卡里出？每一笔数字的后面都附带着转账记录的截图，明明白白地写着转账至李晨，转账至刘美华婆婆。客厅里鸦雀无声，只有此起彼伏的手机提示音在空气中回荡。亲戚们的脸色从惊讶到震惊，再到愤怒，我能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表情变化。二舅放下手机，转向李晨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：“李晨，你们家就是这么对待儿媳妇的？大学同学，谈了那么多年恋爱，就这么对她，这算什么事啊？三姑也坐不住了，她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连月嫂钱都让她出，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我继续往群里发消息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大家可以看看最后一页，那是李晨昨天刚发的工资条。他说要和我 AA 制，可是这1年多，所有的家用都是我在支付。他的工资除了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，其他都不知道去哪了。每月工资15000，年终奖3万。大姑突然站了起来：“老三，你小子挺能耐啊，赚这么多，连个孩子的奶粉钱都不出。”李晨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他偷偷瞥了婆婆一眼，似乎在寻求帮助。婆婆的脸色比锅底还黑，她指着我，手指都在发抖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二婶，你别生气。表姐突然说道：“这账单上的数据这么详细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我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，你还说老三工资不高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，意思很简单，既然您要我准备年夜饭，那也得按 AA 制来吧。这么多人，每人平摊一下，大概200块钱够了。您看，要不要我现在去买菜？顺便，这2年您儿子的工资都去哪了？也和大家说说。你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把抓住李晨的胳膊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这是要闹翻天！”妈，你先别激动。李晨想要安抚婆婆，却被二舅打断：“激动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”二舅把手机重重地拍在茶几上：“这账单我刚才仔细看了，光是去年1年，小雪就贴补了你们家将近10万，这还不算她的辛苦钱。你们俩怎么好意思的？”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晨和婆婆身上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一直没说话的大姑突然开口了：“弟妹，这账单我刚才仔细看了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吧？”我点点头，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和收据。婆婆，您不是一直说我不懂得感恩吗？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算算这笔账。您儿子的工资卡在您那里，
这2年他一共挣了多少钱？花在哪里了？您给大家解释解释。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李晨终于憋出一句话：“小雪，有什么话咱们私下说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私下说？我们结婚这么久，你什么时候真心跟我好好说过话？新婚之夜你就跟我提 AA 制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心寒吗？这个家我付出了太多太多，但是我得到了什么？除了白眼和嫌弃，还有什么？李晨，你说你爱我，但是你的爱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吗？”二舅站了起来：“李晨，你妈，你们俩都太过分了。小雪怀孕的时候就该好好照顾她，结果你们居然……够了！”婆婆大喊一声：“你们懂什么？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。”我转身往卧室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婆婆，您说的对，您家的事不用别人管，所以我也不管了。”我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抱起正在午睡的孩子。李晨想要拦住我：“你要去哪？去过自己的生活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：“李晨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大姑跟了过来：“小雪，你先别冲动，今天这事我们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大姑，谢谢您，但是这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这1年多来，我已经承受的够多了，那起码等过完年再说。”大姑拉着我的手：“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”我正要回答，婆婆突然冲了进来：“你敢走？你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别想见到孩子。”姑姑，李晨在外面喊了一声：“你别管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”大姑猛地转身：“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有脸说？你瞒着家里人做的这些事，今天要不是小雪把账单拿出来，我们都被你们蒙在鼓里。”我抱起了孩子，坚定地说：“婆婆，您说的对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但这个孩子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您凭什么说我不能见他？您儿子连奶粉钱都不出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孩子的抚养权？”婆婆被我的话噎住了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二舅的声音：“老三媳妇，你先别走，这是我们帮你评评理。”我跟着大家重新回到客厅，二舅拿着手机正在翻看账单：“老三，你小子可以啊，你工资卡在你妈那里，每个月就给媳妇2000块钱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”李晨低着头不说话，婆婆插嘴道：“她工资不高，能给多少？是吗？”三姑拿出手机，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她月薪过万，这钱都去哪了？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婆婆身上，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不就是存着给儿子买房吗？现在房价这么高。”大姑一拍桌子：“老三，你现在就把钱取出来，这2年你们俩存的钱得给小雪一半，凭什么给她？”婆婆急了：“那是我儿子的血汗钱，那小雪这2年的付出就不是血汗了。”三姑也站了起来：“我看你们母子俩就是欺负他老实，这就是你们母子俩的真面目。”大姑叹了口气，趁着家里人还在，赶紧把该还的钱还给小雪。李晨终于坐不住了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小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李晨，别说了，这2年我终于看清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说要 AA 制，结果所有的负担都压在我身上。你说要一起经营家庭，可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现在闹到这个地步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”大姑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雪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你先跟我回去住几天，等过完年，我陪你去办离婚。”我站在原地，感觉自己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只能机械地点点头，紧紧地抱着孩子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
每个人都在消化着刚才的账单带来的震惊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表姐突然开口：“小雪，还有一件事你该知道。”她深吸一口气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李晨在老家相亲了。什么？我感觉眼前一黑，手臂不自觉地收紧，怀里的孩子发出一声不舒服的哼唧。表姐的声音继续传来：“当时我正好在老家，亲眼看见的。他跟一个女孩在福满楼吃饭，他妈也在。那女孩好像是银行的职员，家里条件不错。”我转头看向李晨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慌忙解释，那天只是碰巧遇到。够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感觉胃里一阵翻涌。李晨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在家照顾2个月大的孩子，还要应付你妈的挑剔。原来你们母子俩在老家相亲。小雪，你别激动，大姑赶紧过来扶住我，先去我家住几天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熟睡的孩子躺在大姑家的客房里，泪水无声地流下来。窗外不时响起的鞭炮声提醒着我这是个除夕夜，可我的心却像死了一般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晨就找来了，他跪在大姑家门口，说什么都是他不好，以后一定改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陈子，你起来吧。大姑叹了口气，有些伤害，道歉是弥补不了的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楼下李晨狼狈的样子，心里却没有一丝波动。那个曾经让我心动的男孩，在欺骗和背叛中，变成了一个让我觉得陌生的人。在大姑的帮助下，我很快联系到了律师，离婚手续比想象中顺利。可能是因为亲戚们都站在我这边，财产分割时，李晨不得不把这2年存的钱分给我一半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就当是给这段婚姻的收场费。婆婆气得差点晕过去，嘴里还在念叨着白眼狼、不知好歹之类的话，但在家族的压力下，她最终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带着孩子离开。离婚后，我租了一间小公寓，重新开始工作。虽然带着孩子很辛苦，但是比起在那个家里备受折磨，这样的日子反而让我觉得轻松。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帖子发在网上，没想到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。现在的我已经在一家新公司站稳了脚跟，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孩子在我的照顾下长得很健康，每当看到他天真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前几天我在超市遇到了大姑，她告诉我，李晨最近过得很不好，工作也丢了，整天赖在家里打游戏。婆婆现在特别后悔，说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就该对我好一点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那个除夕夜的账单不仅算清了金钱的账，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事。有时候放手不是软弱，而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除夕夜的账单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新年礼物。它让我有勇气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，开始新的人生。那些曾经的委屈和心酸，都成了让我变得更坚强的力量。生活中不会永远都是阳光，但至少我学会了为自己撑起一片天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真诚的爱情，但在遇到它之前，我要先好好爱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